这台硬糖 C3 68瓦最大的矛盾是硬件和体验没有完全对齐，电源底子、散热工艺、3口独立输出和附带的线材都可以看出用料的诚意，但默认协议兼容没有调到位 ，OTW 又做成额外付费，导致199元价位下的完整体验和说服力不足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这颗硬糖68瓦3C 口充电器在前面测试里，它的表现其实挺分裂的，一边是功率稳定、文波控制非常极品，另一边是协议兼容性和用户体验争议不小。那问题就很简单了，它的电路设计到底是扎实做出来的，还是靠策略调出来的？另外，这根标称80 Gbps 的高速数据线，这种线现在的参数一个比一个猛，但实际到底有没有缩水？这一期我们也顺带着一起测、一起猜。从电路和用料入手，把这套充电器加高速线的真实水平彻底看明白。关于这根磁吸的 CC 线，它是高速的啊。我们现在对它的基础数据来做一个测试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eMark 芯片信息，被动型雷电5数据线，方案是 iFan， 这个是应该改过的，我们后续拆开看内部的芯片。供电能力是50伏5安240瓦 1PR2， 速率规格 USB 4跟4，下面是雷电580 Gbps。IC 这上面写的有个 EJ903W， 下面则是版本信息。这根80公分的线长啊，线阻约为95毫欧左右。关于这个线材的压降值，现在是9伏1安，压降值约为 0.13 伏；9伏3安的压降值约为 0.37 伏；15伏1安压降值大约也是 0.13 伏；15伏3安的压降值大约一样的啊 0.37 伏的样子。20伏5安100瓦功率的时候，这边输入100瓦，这边输出就是97瓦，损耗功率约3瓦。这根线材从跑分来看，在我这里啊，20 Gbps 端到端的环境下，已经跑出了2000 MB 每秒级。我的电脑接口带宽基本上被榨干了啊！实际拷贝73 GB 左右的大文件，前段到后段速度稳定在400兆每秒左右，没有出现掉速、波动或者断连的情况。这里也说明一下，我这里目前没有雷电5或者是 USB 4的端到端测试条件，这部分暂时无法验证。但是我现有的20 Gbps 的环境下，它已经没有成为瓶颈。这根线材的测试部分，我们先看到这里，接下来就是直接上强度测试啊，看看这根线拉力测试扛不扛得住。这根橙色的高速线，我已经做完了3次拉力测试，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拉力测试的过程。3次测试下来，它的平均拉力成绩是 34.6 公斤，里面的线芯非常的多。我拆开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线材所配的橙色的编织线的外层，这个是带磁吸的灰色的外皮，直接把外皮剥开，最外面的是镀锡线铜丝做成的屏蔽网纤维布，用来包裹内部的线芯。2根 0.6 毫米的 V-Bus 电源线负责供电，8根 0.5 毫米的同轴线承担高速数据传输，另外6根 0.25 毫米到 0.3 毫米的信号线用于协议识别和辅助通信。整体来看，没有出现明显的用料缩水。可以看到它的屏蔽层是连接在外壳上面的。这根线内部的 eMark 芯片使用了台湾玉群科技出品的 EJ903W， 这是一颗支持 USB 4 V2 雷电5线缆识别的 eMark 芯片。台湾玉群科技属于台湾玉创科技旗下子公司，1991年成立，专注消费电子和系统级芯片研发销售。兄弟们，这就是我拆解开这根自然工厂的贴贴线内部所有的用料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我们现在就是对这个68瓦3C 口充电器的本体做个拆解。还是那句话啊，拆解有触电的风险，请大家不要模仿。看这个接缝的样子，撬肯定是撬不开的，我们直接用切割机把它切开。切的差不多就直接把盖子撬开。它的交流输入是用卡扣卡在这个主板上面的，内部的灰色导热胶采用的是全灌风的模式，可以直接把充电器拔出来。这一面是黄色的耐高温胶带，上面贴的石墨导热贴，另外这一面也是一样的啊。这个灌胶的方式是先灌好了胶，然后再塞到壳体里面。这个我清胶肯定又要清半天啊。这一堆胶已经全部都清理出来了。这是我见到的第2款用预灌胶的方式来做产品的。第一款是安克
安科的充电产品有好几款，它都是预关胶的，这款也用到了预关胶的工艺。整个充电器主板做的也是很紧凑的，有3块 PCB 构成 ，EMI 部分1块小板，然后充电口输出部分1块小板。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模块，然后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和元器件使用的情况。咱们前面的测试其实已经把这台充电器的性格暴露得很清楚，它并不是没有底子的充电器产品，但是协议兼容 OTW 升级配件又让它的争议非常的集中，所以猜到这里，真正要看的就不是它能不能做出68瓦，而是它为什么能稳住68瓦，又为什么能在协议体验上留下这些问题。接下来我们按电路模块一步步看，它的输入保护、主电源架构、次级输出3口协议控制到底是扎实用料还是某些地方做了取舍？测试只是结果，拆解才是原因。下一段我们就直接从输入端看起。先看交流输入端，东款贝特电子936系列 3.15 安250伏慢容保险丝作为整机最前端的安全防线。贝特电子03年成立，主营电力电子保护元件。保险丝后面是一颗卧室安装的迷你环形共泵电杆，用来抑制高频干扰，降低回灌噪声。旁边这颗黄颜色汕头松田电子的 0.1 微法275伏 X2 安规电容，跨接在交流输入两线之间，用来吸收插膜干扰和尖峰噪声。松田电子2012年成立，主营陶瓷电容、薄膜电容、压密电阻等。深圳沃尔德实业的 WRLSB 80M 贴并整流桥，规格为8安1000伏，负责把交流电整成脉动直流，为后面的高压母线供电。沃尔德2010年成立，专注于分立半导体器件研发与销售。4颗高压电解电容组成高压滤波部分，4颗总容量达到120微法，3颗来自福建云星电子，规格27微法，耐压400伏。云星电子2007年成立，专注于液态及固态电解电容的研发销售。另外一颗来自湖南益阳万金源电子，规格39微法，400伏。万金源2005年成立，专注于铝电解电容制造与销售。这里再配上一颗插膜电杆，形成高压侧的派型滤波结构，用来进一步平滑整流后的高压直流，给后级主电源提供更稳定的能量输入。这颗硬囊充电器的核心主控来自深圳茂瑞芯科技，型号为 MK2789。这是一颗和风氮化镓主控芯片，负责初级侧高频开关控制，把高压直流转换成高频脉冲能量。茂瑞芯2017年成立，专注于高性能模拟及混合信号电路研发与销售。这个变压器初级有4个引脚，次级侧则是加粗的2只引脚，用来承载低压大电流输出。隔离与反馈部分，经典的431基准芯片，搭配福建天电光电的 TD1018 光电耦合器，让主电源根据负载变化调节开关动作。天电光电2013年成立，专注于 LED 器件及半导体器件封装等业务。四川特瑞祥科技的1000匹法陶瓷安规电容，用来为高频共膜噪声提供回流路径，同时保持安规隔离。特瑞祥2014年成立，主要从事安规电容、热密电阻等被动元器件研发与制造。次级整流采用的是上海昂宝电子出品的 OB2009 同步整流控制器，驱动整流开关管来输出次级电压电流。昂宝电子2004年成立，长期专注于模拟及混合信号 IC 设计。整流开关管搭配的是重庆平伟实业的 C027 N10ES NMOS 开关管。平伟实业1988年成立，专注于电源用半导体器件研发与制造。2颗25伏固态电容组成次级滤波，总容量940微法，负责降低主输出纹波，并给后级充电口输出提供更干净的直流补线，厂家未知。最后看3个 C 口的输出部分，也是这台充电器最有看点的地方。3颗协议芯片都是来自珠海智荣科技出品。C1 和 C3 口采用的是 SW3536，负责对应接口的快充协议识别、降压控制、输出管理。C2 口则采用的是 SW3561，规格更高，内部集成 Cortex M0 内核，支持多种快充协议定制和功率输出控制。结合这台产品的 OTW 玩法来看， C2 口这颗带 MCU 协议芯片就是整机协议策略调整的核心入口。
智荣科技2014年成立，专注于电源管理芯片领域的数模混合芯片设计企业。3路降压部分，每一路都是使用的半桥同步降压拓扑，一共使用6颗深圳优金微电子的 YG060N04 NMOS 开关管。优金微电子2018年成立，专注于功率半导体器件研发与销售。3路降压电路各配一支环形滤波电感，负责储能、蓄流和平滑电流。C1 口和 C3 口分别配备上海有明电子的100微法25伏固态电容。有明电子2004年成立，专注铝电解电容器研发制造领域。C2 口另外配备一颗150微法25伏固态电容，厂家未知。每个 C 口都配备一颗 V8 开关管，型号同样来自优金微的 YG060N04， 用于控制充电口的输出通段。采样电阻方面 ，C1、C3 口各使用一颗 R005，C2 口使用 R003。整体来看，3个 C 口各有协议控制、半桥开关、电感滤波、V8 开关管和电流采样，这就是它能够实现多口并发输出的硬件技术。这个英唐 C3 68瓦充电器介绍到这里，电路优缺点其实已经比较清楚了。我们先说它的优点，第一就是主电源底子确实不差，它有完整的 EMI， 充足的高压派型滤波，还有面向65瓦快充和高功率密度电源应用，并针对 PBS 宽范围输出做了优化的茂瑞芯 MK2789 和风氮化镓方案。更关键的内部散热工艺也是比较少见的预灌胶定型工艺，一方面把元器件的应力和松动管住，另一方面把热量尽量导向外壳，所以前面测试里68瓦满载2小时不断档，背后不只是芯片能撑，散热结构也是在参与兜底的。第二点就是3口独立输出架构做的比较完整，它不是简单的把3个口并在一起分功率，而是每个口都有自己的降压输出路径。前面测试里3个口同时输出，可以维持比较清晰的功率分配。电源侧没有频繁的重握手，这一点从电路上是能对上的。尤其是 C2 口这颗3561本身带 MCU， 具备更复杂的协议规划和策略调整空间。那么它的争议就来了，既然硬件已经具备这种调节能力，默认出厂策略就应该尽量把主流设备兼容性调好。荣耀兼容问题、苹果 PD 曲线问题放在一颗199元级别的68瓦充电器上面，问题本来就会被放大，后面再推出99元的 OTW 配件，让用户自己去调整协议模式，技术上可以了解，但产品体验上非常容易引起消费者反感，起争议就是难免的。所以这台充电器的电源硬件、散热工艺、3口独立输出都做得很认真，但协议统筹、默认兼容策略没有把用户体验一次性打满。好了，各位兄弟们，这期智能工厂硬唐 C3 68瓦3口充电器加上附带的高速线测试和拆解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也再次感谢老粉丝激样支持。这种有争议、有新玩法的产品确实值得拿出来仔细的看一遍。这根线的表现比我一开始预想的要好，无论是外观还是20 Gbps 环境下的数据传输、240瓦供电能力，还是后面的线材结构和拉力测试，它都能对得上高规格全功能线的定位。唯一需要保留判断的是，我自己目前没有雷电5或者是 USB4 端到端的测试条件，所以80 Gbps 能力暂时不能实锤，只能说它在我现在的测试环境下没有露怯。再说充电器本体，它的电源部分和内部的工艺确实是有含金量的，68瓦满载长时间稳定输出，文波控制也很极品。拆开以后也能看到主电源、散热、3口独立输出这些，确实是做了功课。所以这台充电器绝不是那种只靠外观和概念包装起来的产品，但问题也很清楚，争议不在它能不能输出68瓦，而是它的默认体验没有做到位。再加上一个99元的 OTW 配件，这个产品逻辑很容易让用户产生疑问。所以这个产品我给出我的最终评价，这台硬唐 C3 68瓦最大的矛盾是硬件和体验没有完全对齐，电源底子、散热工艺、3口独立输出和附带的线材都可以看出用料的诚意，但默认协议兼容没有调到位， OTW 又做成额外付费，导致199元价位下的完整体验和说服力不足。测试为了了解，才是为真相，认真测带客观输出。我是离火车哉，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有你们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动力。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